在上周，美国国务院相关官方推特账号公布了一些照片以及推文，主要内容为台北经济文化代表处代表肖美琴接待了美国副国务卿费尔南德斯以及亚太事务驻青康达。美方表示对台承诺坚如磐石。分析认为，双方之所以会有此次的会面，主要是因为来自解放军方面的压力越来越大了。从今年开始，解放军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加大了对谋独分子的威慑力度。单是国庆期间，解放军就派出了150架次的多机种绕台巡航。这种武力威慑的行为让谋独分子感到不安，给他们带去了一种末日来临的感觉。但要知道的是，双方这样做不仅不会有任何的效果，反而会引来解放军方面给予的更多打击。然而，明知如此，美国也不得不这样做，因为一旦台当局扛不住压力，那台湾牌就不再是美国人手里的牌了。不过，台湾牌终究只是筹码而已，稍微有点心思的人都会觉得，美国最近对台海所做的言论和行动，只不过是美国一种虚张声势的表现。很明显，虽然美国一再向台当局发出错误信号，可他们并没有那个能力和勇气，因为台海问题与解放军发生大国冲突。恰恰相反，美国只是想让谋独分子感受到他们的美国并没有抛弃他们，感到自己在谋独这条不归的路上仍有人守护着。只不过，美国目前所能做的举动，也就是言论上给予支持而已。正如著名的军事专家金灿荣所讲的那般，我们在台海问题没有任何商量的余地，只要美军敢介入，那我们就要准备打仗，也就会打仗。这对于当下的美国来说，肯定是无法接受的。随着一场接一场的疫情传染，美国已经不可避免地走进了衰退的深渊。当下有许多观点都认为，美国已经失去了超级大国的力量。不管是像中俄这样的战略竞争者，还是西方，甚至美国自己的智库，就连他们的铁杆盟友英国的防长华莱士都认为，美国已经不再是一个超级大国，而是已经沦落成为一个大国。在这样的背景下，美国如果铁了心想要使用武力干预统一进程的话，那不仅中美合作的大门将被完全关闭，同时一场大国战争也将无法避免。但是问题是，美国已经没有这种力量，更不能下决心要自杀。简单来说，当一个过气的超级大国逐渐衰落时，面对另一个快速崛起的大国，就连阿塔都没法制服的美军，哪有胆量与能够给美国本土带来毁灭性打击的中国发生冲突呢？所以说，我们当下最重要的是，不是去管美国到底对台做出什么承诺，而是要不断的加大对台海地区的军事压力，海空巡航要不断加强。在此前很长一段时间里边，不丹的内政外交看似独立自主，可实际上一直都是由印度控制的。不夸张地说，不丹基本上相当于印度的一个省。在几十年前，印度与不丹签署了印布永久友好条约，该条约中规定了不丹必须接受来自印度方面的指导，同时还必须要接受印度在不丹驻军。所以在2017年发生的洞朗事件，虽然是中国和不丹的边界发生了争端，但却是中印的军队在交锋。而且除了在军事方面直接干涉外，印度自始至终还在限制不丹与其他国家的经济交流，以彻底控制不丹。面对军事与经济的双重控制，不丹其实也有过反抗的想法。不过现实中，由于地理条件有缺陷，不丹无法像巴基斯坦一样获得来自中国的援助。中国虽然与不丹接壤，但喜马拉雅山脉基本上阻断了两国正常的经济往来，所以不丹只能是被印度一直控制着。不过，在中国和不丹两国政府外交官以视频通话的方式确认了关于加快中部边界谈判3步走路线图的谅解备忘录之后，不丹实际被印度控制的历史或将成为过去式。而且这也从侧面反映出印度人是有多么的不得人心。在半数国土都与印度接壤的情况下，不丹还是要违反印度的意愿，与中国就边界问题进行谈判并签署备忘录。可见不丹是多么的想要脱离印度。现在中国和不丹虽然开心了，可印度将不得不面临中部两国建交这一现实问题。边界问题解决后，下一步多半是建交。随着中国和不丹合作的深化，那届时印度对不丹的影响必将进一步减弱。为此，有印度人开始在印度媒体上公开抱怨印度政府，称这是中国在西南边境上迈出的历史性一步。而这也意味着印度的最后一个邻国也开始反对印度。
在目前南亚各国的关系中，除了印度的宿敌巴基斯坦之外，孟加拉、尼泊尔和斯里兰卡等国，现在也或多或少的在某些政策上不服从印度的摆布，独立的与中国展开密切的外交、经贸甚至军事合作。再加上这次谈判进展迅速，中部签署备忘录，这将意味着，如果印度继续恶化其对华关系，破坏地区稳定与合作的局面，那莫迪面临的将是在南亚被其他国家孤立的局面。当然，并不排除不丹在未来会整出什么幺蛾子，毕竟目前中部只是签署备忘录而已。这一备忘录的主要作用是确定了中部双方决定了谈判的过程，不一定会产生什么结果。用不确切的比喻，就好比大型企业招标，目前的阶段是确定招标文件、招标地点等，至于招标结果如何，还需要做大量的工作。更何况，想要真正谈出实质性成果的话，关键也不在于我们，而在于不丹的国内政局。现在的不丹正处于一个政治转型时期，内部变动会相当的大。自2008年以来，不丹的政治形势都表明，没有哪一党能够长期执政。无论是不丹联合党，又或者偏低层的联合党，还是与皇室紧密相关的繁荣与发展党，都只是在轮流坐庄，并没有一家独大的情况出现。在这一情形中，对未来的中部关系走向来说，是一个很大的不确定性。中俄发展壮大之后，美国就一直将这两国视为眼中钉、肉中刺，恨不得除之而后快。当然，美国也是这么做的。在欧洲方向上，美国率领北约不断对俄罗斯进行地缘政治围堵；而在印太方向上，美国也使出了同样的把戏。不得不说，美军这样的地缘政治手段十分卑劣。而从另一个层面上来说，美国步步紧逼的做法正好加速了中俄的联合。近段时间，无论是在经济交往还是军事合作上，中俄两国都有意加快了合作的步伐。特别是一场场中俄联合演习，其盛大场面一度成为世界军迷朋友们关注的焦点。近日，中俄海上联合2021联合演习已经拉开了帷幕，但是让人始料未及的是，在演习刚开始不久，挑衅的人就赶来了。美国海军查菲号驱逐舰闯入中俄联合演习的禁航区，随后俄罗斯方面立马做出回应，对该舰予以警告。但是美军在接受这一警告信号，并没有立即离去，而是升起了信号旗，准备甲板直升机起飞。也就是说，美军无视了这一警告，仍然准备下一步的挑衅举动。这一举动也最大程度的激怒了俄罗斯的怒火。随后，俄罗斯海军的大型反潜舰对美舰实施了驱离，直直逼近美舰。最近时，两国军舰相距不到60米，也正是俄罗斯这一以舰对舰的硬刚动作，最终斥退了美国。而在人们为俄罗斯的强硬拍手叫绝时，中国军舰的反应却引起了人们的热议。按道理来说，中俄一同演练，为什么这次面对挑衅，只有俄罗斯出手，而中国迟迟没有行动呢？说严重一点，中国不是不行动，而是绝对不能行动。我们知道，这次中俄联合演习的区域是在俄罗斯彼得大帝湾附近，当时美舰正逼近这一区域，并试图侵犯俄罗斯的海上边界。像这种侵犯领土主权的行为，在任何一个主权国家看来都是无法接受的。而如果中国出手，是不是就等同于向世界宣告，俄罗斯的领海权益还得借助中国的力量才能维护？这恐怕是作为战斗民族的俄罗斯无法接受的。所以说，中国不出手并不是不仗义的表现，而是综合各方面因素，思虑周全的做法。若是在俄罗斯的领域，若是在俄罗斯的领海区域草率出手，不仅会让俄罗斯在国际上丢了面子，还会正中美国挑拨离间的计谋。所以从这一点上来看，出手才正中美军下怀。说起中国在世界上的名牌，其中一个就是基建狂魔。这个称号在表达中国对基建的热忱外，更多展现的是中国在基建方面取得的重大成就，完成了一些在外人看来不可思议的工程。例如被誉为全球难度最高的雅康高速，这条云端之上的天路让国外赞不绝口。不过这只是基建狂魔发力的冰山一角，日前中国再发力，中老铁路全线铺轨完成，这也预示着中老铁路向着年底开通运营目标迈出了重要一步。而更为重要的是，这一铁路的建设并不止于其表面上的经济意义，更体现了中国在国家战略层面的高明之处。这从何说起呢？据报道介绍称，此事在国际上引发了热议。首先，可以预料到的是，中国这一次基建发力，再一次获得了国际上的盛赞。不少国际网友纷纷表示向中国致敬，你们帮助亚洲修建基础设施。除此之外，一个老挝人说出了自己的心声，对这个项目很满意。中国过来投资是在帮助我们，他们比美国好。显然，这一铁路再次为中国赢得了大量的民众呼声。
我们知道，这些年来，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加紧了对中国的舆论攻击和抹黑，很多不明真相的外国人也因此对中国持有很大的偏见。在这个时候，中国做出实际行动来为自己证明，就显得尤为必要，而这就是中老铁路建设的意义之一。另外，这也是中国打破美国围堵、改善周边环境的重要举措之一。随着中国崛起的加速，美国就加紧了中国的地缘围堵。最为典型的是，美国联合日本、澳大利亚以及印度，大有组建印太小北约的架势。与此同时，美国还将触手伸进东南亚，企图更好地将中国牢牢封锁，阻碍中国前出太平洋的步伐。但是，一旦中老铁路建成，中国就可以直通老挝，甚至直达泰国海港。如此一来，以后中国的商船就可以不走马六甲海峡，直接实现在泰国装卸，在一定程度上重击了美国暂时封锁马六甲海峡的企图。另外，这一铁路也加紧了中国同东盟国家之间的联系。有网友表示，从现在开始，中国和东盟就有了快速的交通走廊。在美国围堵的当下，中国加紧同东盟国家的联系显得尤为重要。正如同另一条评论所说的那样，东盟和中国共同拥有美好的未来。西方酸葡萄，他们不愿看到别人取得进步，他们在痛苦的旁观。而因为反华拒绝中国修建铁路的印度和越南，现在恐怕肠子都悔青了。